这也许是孤门最惨的一集。栗子的离去已经让孤门痛不欲生，而沟吕木则在本集中利用这点反复折磨孤门，完完全全成为了沟吕木手中随意把玩的玩具。也可以说，这一切都在沟吕木的计划之中，因为他本身拥有着和预知者一样的预知能力，并且一开始就预知到孤门会进入夜袭队，而且孤门性格善良，并不像现有的夜袭队成员内心坚定，孤门也就成为了沟吕木恶魔游戏的关键的一环。因此，和孤门有交集的栗子，在和孤门相遇的第一晚就遭到了沟吕木的杀害，而且栗子的体质能够成为黑暗浮士德的势能者，也计划通过栗子来折磨孤门以及夜袭队，将他们拖入黑暗的深渊，并最终夺取奈克瑟斯的光芒，使自己更加强大，从而支配世界。虽然浮士德意外下线，但并未打乱沟吕木的计划，因为孤门陷入了悲痛之中，这是能够将他拉入黑暗的绝佳良机。孤门来到和栗子经常约会的动物园，拿着栗子赠送的护身符，依然念想着和栗子的点点滴滴。此时突然一个声音打断了孤门的思绪。孤门转身望去，原来眼前小女孩的名字叫做李子，而且不仅名字相似，小女孩也有着幸福的一家4口。为了拍合照，小女孩的父亲邀请孤门帮忙。拍完照的孤门望着离去的一家4口，也不得不让孤门回想起栗子。殊不知，正是因为和孤门的交集，让这一家4口的命运也同样遭到了改变。就在此时，栗子的身影突然在孤门身后出现，惊讶的孤门一路追寻着栗子，而栗子则是反复向孤门诉说，孤门是导致他们全家都被杀害的罪魁祸首，这就像一根根刺，反复地扎进孤门的内心。当然，这全都是沟吕木折磨孤门设下的圈套。随着栗子身影的消散，沟吕木在孤門面前出现，并且自曝自己就是孤門的仇人。俺は水呂信也だ。お前の敵だよ。ダイダリクは俺の操り人形だった。知道真相的孤门此刻恨不得手撕了沟吕木，而这也是沟吕木想要看到的结果，不断放大孤门内心的仇恨和黑暗。沟吕木一拳又一拳打得孤门毫无还手之力，就是要让孤门知道自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爱人死去，而自己却无能为力。沟吕木甚至将他带入了一个虚幻的空间，并再次利用栗子的虚影来折磨孤门。此刻的孤门已经分不清眼前是现实还是幻境，已经完全陷入其中。リコ、本物なんだね。生きてたんだ。よかった。随后栗子带着孤门见了自己的父母，但眼前的父母居然是2个木偶，而孤门向着2个木偶介绍自己。然而此时栗子的身影再次消失，随后又将栗子临死前的画面再次浮现在孤门眼前。孤门见到此景跑向了栗子，但栗子还是在孤门的怀中死去。这来来回回的场景切换，让孤门从天堂下到地狱，从拥有再到失去，直接使孤门陷入了无尽的悲痛之中，就连精神都要发生错乱了，甚至把木偶当作栗子痛哭了起来。不仅如此，夜袭队的队员一一出现，纷纷嘲笑着孤门的无力和软弱。此刻的孤門几乎已经崩溃。僕はダメ人間だ。誰も救い出せない。而这时的夜袭队正召开着会议，丝毫不知道孤门正发生的事情。各金切斯特再次迎来了升级，这也预示着新的敌人沟吕木将会更加强大。而西条子深知孤门所受的悲痛，因为从另一个角度说，他和孤门都是同病相怜之人。西条子经历了童年阴影以及恋人沟吕木的黑化，而孤门因为沟吕木和异生兽，从而失去了栗子。因此西条子是想把孤门拉回现实，要让他像自己一样，将悲痛转化为对异生兽的仇恨，把异生兽全都消灭。他来到动物园中寻找着孤门，而沟吕木早已等候多时。他利用动物向西条子传递的讯息。这里是不是感觉沟吕木真是畜生啊？俺は力を得た。悪魔、メフィストの力をな。この力でお前たち全員をズタズタにしてやる。一体なぜ？お前のためだよ。ナギ、お前も早くこっちに来い。ふざけない！ふざけてなんていない。お前にはその資格がある。顧問はお前にそれを気づかせるための道具だ。而孤門随着情绪的不断崩溃，整个场景也来到了黑暗领域之中。异生兽也悄悄附身在了孤門身上。此时还在十之翼中疗伤的基石准也感受到了孤門正在堕入黑暗。在拿起净化信赖者后，一道光芒亮起，奈克瑟斯的身影出现在了孤門的幻境当中。为了使孤門清醒过来，奈克瑟斯释放自己的光之力量，开始驱散这片黑暗空间，同时也驱散了孤門身上的异生兽。光を失うな、顧問。眼见如此，沟吕木也释放黑暗力量，将奈克瑟斯的光芒覆盖了回去。奈克瑟斯在黑暗能量的侵蚀下就此消失，孤門的意识也缓缓醒来。
最终沟吕木还是把孤门丢回了现实，他的恶魔游戏远未结束。细条子看到孤门后赶紧跑了上去，而孤门经过刚才的痛苦折磨，还以为眼前的细条子人是幻想。只见细条子为了让孤门清醒，直接呼了一巴掌上去，这才使孤门终于清醒了过来。随后细条子就是对孤门一顿说教，把自己复仇一生兽的理念全都传授给了孤门。在离开的时候，孤门再次遇到了此前的一家四口，并做了道别。然而就在这一家四口回家的时候，遭遇了异生兽诺斯菲尔的袭击。此前诺斯菲尔只是被十字风暴击败而已，并没有从分子层面消灭。那么这一家四口是否会像栗子一家一样全都被杀害呢？在下一集中会讲到。可以说，如果没有遇到孤门，这一家四口应该不会遭遇异生兽的袭击。这全都是沟吕木恶魔游戏的计划，势必要孤门细条子拖入黑暗之中。而在本集中，通过松永管理官和预知者的交谈中，我们得知了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是源自于距离地球28000光年 M80天蝎座球撞星中的超新星爆炸，从中产生的光芒到达地球后，促使了异生兽的出现，当然还有奈克瑟斯的出现，同时还有来访者和忘川的存在。只是现阶段还处于保密阶段，在后续剧情中也会一一揭晓。但是后期经过剧情的腰斩，有些内容都是一笔带过，在之后我也会专门出一期这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。那我们下集再见。